你在给爷爷上坟的时候，一道苍老声音忽然响起。爷爷，你懵了，这声音哪里传出来的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墓碑上方有个不起眼的漩涡，尝试把手里的棒棒糖塞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在祭拜自己的皇帝长孙，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。可就在2分钟前，他听到坟墓里居然传出了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空中还掉下了一个小铜锤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咱的大孙还活着？而这一切都得说回3年之前，爷爷临死之前曾握住您的手嘱咐：小凡，记得3年之后的今天，一定要给爷爷扫墓。你问的那个问题会有答案。这是啥问题嘛？源于小时候的一段奇妙经历，在模糊的儿时记忆里，自己并没有生活在现代，而是古代世界，好像还是个富家子弟。抚养你长大的监护人爷爷一直都知道这个秘密，但什么都不肯说，只留下一个指引，让你3年后来到墓前找答案。可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低头笑了笑，可能是自己真出现幻觉了。爷爷，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另一头，朱元璋连忙叫来了太常司卿邱玄清。咱刚听到大孙的声音了，他说很想咱。邱玄清思忖片刻，才缓缓开口：“陛下，邱悲伤过度。”朱元璋皱眉：“你不信咱说的话？”邱玄清不可否定，一拱手：“陛下，阴阳有别，可余王陛下在下面一定会很想您的。”老朱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大孙已经死了，刚才不过是思念过度导致的幻听罢了。”可下一秒，又一个声音传来：“爷爷，答案。”邱玄清的表情是这样的：“这陛下听到的竟然不是假的？难道真的是余王陛下往后作祟吗？”朱元璋如释重负，刚才自己没听差，居然真的是大孙。可这句答案是啥意思？大孙在下面挨欺负了，而且大孙怎么半天没说话？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刚才那句话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？陛下40整。朱元璋有了个大胆的猜测，上次听到是辰时，这次是40，是否意味着下次是50呢？这里给不太懂的朋友们科普下，省流2小时一次。很快这个猜想被印证，正午阳光垂落的时候，墓碑上方再次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声音：“爷爷，黄袍加身了，这边每天打仗，每天。”朱元璋好急，围着墓碑团团转，黄袍加身打仗，咱大孙到了下面开疆土土，直接被占了，这没军饷怎么成？快让宝钞弃举私人把新的送来。他一点都不感觉意外，甚至自己都经常是一些思考，需不需要在地府重新打江山？如果需要，能不能打得过李世民等问题？这才对了嘛，大孙，这才是我老朱家的种。另一头，你想起了前几天穿着外卖服猎人下送餐的日子。哎，爷爷，你看，我也算黄袍加身了呢。在这边虽然很辛苦，每天送外卖急得跟打仗似的，也没挣到什么钱，但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。而这时对面传来的声音：“好，爷爷在这边过得很好。大孙，你怎么样？刚听说你很缺钱，爷爷真有钱，爷爷给你。”原来刚才不是幻听，坟墓真的在说话？不对，是这个漩涡在说。根据之前听到时间来计算，通讯间隔是10分钟说一次嘛。不过也有些感动，爷读到带头了，还惦记了自己钱够不够花。但是您那的钱我也不敢要啊。另一头，邱玄清分析道：“陛下，这坟墓上的漩涡恐怕是阴阳气海。我听驾驶张之人曾提到过，这乃是沟通阴阳两界的无上奥秘之所在。或许不仅能够传递声音，还能传递物品。相传阴阳气海会伴随时间流逝、岁月变迁，逐渐变大、扩大到最大，然后慢慢缩小，直至彻底湮灭。”镜头切回现代，你发现那个小漩涡居然开始抽动，下一秒哗啦啦飞出了好些纸。捡起一看，这不是纸，虽然很老旧，但仔细看上面写着户部作者印造大明宝钞，洪武15年4月23日。大明宝钞底下怎么会有这玩意儿？我操，我爷爷这是穿越到大明了。他是魂穿，我也是魂穿，难道这就是答案？爷爷，您这是在大明？另一头，朱元璋愣了下，看向邱元清，这啥意思啊？邱玄清摸摸胡子，陛下，贫道觉得余王殿下是在问，这处阴阳气海是在大明境内找到，还是大明境外的海外仙山之类的？朱元璋点点头，不错，咱就在大明。大孙，刚烧过的钱够花吗？不够，接着给你烧。还有什么心愿要爷爷帮你的吗？另一头，你陷入沉思。大明，看来爷爷的确是魂穿了，不过他烧的钱怎么会变旧呢？难道是穿越虫洞时会有损耗？这钱一会儿上网查查资料吧。怎么说，老古董也能卖个几千块。哎，爷爷真好。爷爷，烧过来的钱足够花了，我没什么心愿，就是想让爷爷过来陪我，一个人有点孤单，好多事情顾不过来。另一头，邱玄清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尴尬的转过了身。余王殿下，这话可不行说啊。朱元璋咳嗽2声，也有点尴尬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宝贝大孙在那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还得招兵买马打仗，想了想，大孙，爷爷现在过不去，毕竟这中间有界限呢，边上有将领在。他有句话没说，大孙，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咱倒是能送几个能打仗的将军下去。这时气海继续传出声音，爷爷，你那边需要我烧些什么东西过去吗？烧？朱元璋眉头一皱，只听说过上面给下面烧东西的，没听说过下面给上面烧的呀。但是大孙，你烧的东西爷爷也不敢用啊。就在这时，漩涡慢慢缩小。
大孙，你说什么答案？谁打你了？几秒后，漩涡彻底消失，也摇头。什么答案？爷爷，你说好要告诉我的答案呀！按这边看到漩涡消失，也陷入沉思。今天的经历太过离奇。看来爷爷在那边过得不错呀。回去后找了家拍卖行出手了一张扣完手续费，足足到账4万7。天啊，爷爷这也太给力了吧！而在另一边，大明皇后内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太子朱标得知消息，却觉得是有人借此机会蛊惑人心，扰人大明社稷前来劝谏。朱元璋沉着脸，标儿何出此言？咱亲耳所闻，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朱标心里，父皇，儿臣知道您4年成疾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儿臣恳请父皇明察秋毫，切勿要被一时的幻象所蒙蔽。朱元璋拍桌冷笑：好啊，咱的好太子不信咱，觉得咱老糊涂了。父皇，儿臣并非质疑您的英明，只是担心大明江山社稷的安危。朱标心中苦涩，父亲显然被奸人蒙蔽，但最后太子还不能放弃劝谏。如今胡庸案出事后，父皇愈发不信任文官集团，性格偏执，已经没有几个人敢劝谏了。自己作为太子，不能放弃这个责任，否则整个大明都会步入失控的轨道。下了朝后，朱元璋去了坤宁宫，此时病榻上，马皇后虚弱无比。他提前听完朱元璋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宠爸，我相信你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我都知道你不会做错事。朱元璋心中一暖，妹子，你真信咱没老糊涂？我永远信你。妹子，你说婴儿说的答案到底是啥意思？咱始终没琢磨明白。那大孙是不是在下面受什么委屈了？马皇后若有所思，我猜答案应该是大案的意思。宠爸，这些年来，你为了大明江山的稳固，兴起大案，杀了不少人，那些冤魂若是都聚集在底下，怕是给婴儿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敌人啊！没错，胡庸被杀后，大案并没有结束，反而不断牵连扩大，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，牵涉面也越来越广，甚至涉及了不少无辜的人。朱元璋心中一震，这推测合情合理。马皇后叹息声：宠爸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大明好，但杀得太重总不是好事，现在说不定就是婴儿给你挡灾了。朱元璋有些愧疚，原来大孙替咱默默承受了这么多，难怪会说好几次，这是在提醒咱啊。妹子，你放心吧，我尽快了结胡庸的案子，不再继续牵连下去了。这条命令下去，那些如惊弓之鸟的朝臣松了口气。禹王殿下英明啊，感谢禹王殿下！他们甚至纷纷在家里供奉起了禹王灵位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让皇帝长孙能好好劝劝他爷爷，别没事就让他们跟山羊一样变成五等分了。很快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到了洪武15年7月，这天宦官接了禀报，陛下，皇后娘娘的病情忽然加重了。什么？当金松赶到的时候，太医就宣布了令人绝望的消息：陛下，皇后娘娘的病势易入膏肓，魏生等人医术浅薄，实在是有失无益了。朱元璋浑身一颤，紧紧握拳，脸色苍白如纸，看向跪地的太医们。这时病榻上的马皇后抓住了他的手：宠爸。朱元璋深吸口气，妹子，咱在呢，咱在你身边呢。他想尽全力传递些暖意过去，就像当年他用身体捂着滚烫的大饼送给饥饿的他一样。你们这废物，若是治不好，统统陪葬。宠爸，不要怪罪太医们，他们尽力了，是我命数如此。朱元璋纹丝不动，马皇后叹气：宠爸，要是我死了，以后就没人劝你了，再听我一次劝吧。朱元璋一颤，还有多久？少则几天，多则10几天，也有可能过不了今晚。他深吸口气，挥挥手让外人退下。等马皇后沉睡之后，来到禹王陵墓前，孤身饮酒。这一刻，也只有在这里，他才可以放松下来。等一会儿，作为一个凡人的朱重八眼眶蓄满泪水。老天，咱已经失去大孙了，不能再失去妹子了。如果是咱的错，惩罚咱就好了，为啥惩罚咱的亲人？一壶酒很快见底，酒呢？取酒来。话音落下，头顶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还喝呢，爷爷，你可长点心吧！上一世你就是喝酒脑梗猝死的。”朱元璋愣了，大孙怎么知道咱上一世怎么死的？莫非大孙都打到阎罗殿翻看生死簿记录了？接着欣喜若狂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咱的妹子有救了？毕竟是地下，说不定有什么灵丹妙药呢。大孙，再求你件事儿，你奶奶病了，那有没有能救她的法子？你愣住了，爷爷这是在大明娶了个新奶奶，还是直接入赘少走了20几万路？爷爷，我奶奶都有什么病症？朱元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。你全部下行，爷爷你等着，我去找药。丁后一转来到药店，医生，家里有老人身体不舒适，反复高热，剧烈咳嗽，呼吸困难，胸口针扎痛感。医生想了想，应该是肺部有炎症，情况挺严重啊，最好还是去医院吧。你摇摇头，还请你先开几盒药。医生一头叹气，也的确有些老人倔强，不肯去医院，开了几盒药，这是退烧药，先让体温降下去。这是消炎药，用于缓解炎症；这是抗生素，用于对抗感染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另一边，朱标来到陵园，父皇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母后病重，你应该回去陪在她身边。朱元璋沉着脸，在这等大孙的药。朱标深吸口气，父皇，生死有命的道理您懂，您是一国之君，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，以母后的身体为重。朱元璋暴怒，咱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你来教吗？朱标急得直跺脚，父子俩吵得面红耳赤时，墓碑有声音响起，爷爷药来了。朱标一颤，
这声音难道真的是婴儿？世界上难道真有鬼神一说吗？慢慢俨然起了信心。如果是婴儿显灵，那或许真的有办法救母后。等了许久也没药送来，朱元璋一脸颓废，咱什么都没收到，难道那头不能往这头送东西吗？爷爷，你等一下，另一头你没有紧锁，药明明已经送过去了，但对面却没收到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漩涡改变了物品的时间属性，就是上次的宝钞，在爷爷那是新钞，到我这又是旧钞，那只能去找过期药了。半个钟头，你终于在村里的老诊所要到了一些过期药，扔进漩涡。爷爷，这次有收到吗？另一边，一版模样古怪的药掉了下来，然后又是几版颜色不同的药，还有对应的说明书。朱元璋松口气，大孙，爷爷收到了，咱妹子命不该绝。爷爷收到了就先吃着吧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镜头一转，来到皇宫，朱元璋紧握马皇后的手，这是那边的药吗？是，妹子，你信不信咱？马皇后点头，冲吧，我永远相信你。吞下药后又昏昏睡去，等了一个多时辰，睡梦中的马皇后忽然变得呼吸急促，对着痰盂咳了几口，人精神了许多。冲吧，妹子，咱在呢。冲吧，我没死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他摸着马皇后的头，发现高烧已经退了，招招手，太医戴司空立马上前诊脉。不可思议道：神仙手段，当真是神仙手段！陛下，娘娘现在的脉象平稳而生机，虽然虚弱，但已无性命之余了。话音落下，所有人都震惊无比。皇帝长孙竟然如此知得广大，御医都束手无策的病症，竟然被医生治好了吗？马皇后也是感慨不已，这到底是什么药？为何能有如此神异功效？朱元璋笑道：这药既是咱大孙弄来，定是有些神意的。妹子，这次能救下你，多亏了咱的好大孙。哼，尔等庸医，就该把你们都送上去，跟下来扁鹊、华佗好好学学医术。御医们瑟瑟发抖，心中松口气，感谢翼王殿下。其无论御医还是御厨，本事都不差，能活下来那都是九族严选。意思是能待在这儿，说明祖上给皇帝办差没被诛九族。而为啥这药见效那么快？因为细菌还不像是在现代人体内有那种一代代遗传下来的耐药性。不过马皇后这会儿虽然病得很厉害，但尚在药物能控制的基因范围内，如果再高热几天，那就不是吃药能解决的了。朱元璋看了看药背后的字，万古霉素，如此霸气的名字，想来是那头的神药啊！这一字是大孙拿的字，比我们的简洁，也就是说咱们大明现在字体还有简化的空间啊。马皇后长叹，是啊，谁能想到人间之医束手无策，即使大孙在那头救了我，只是这药如此神异，想来也是无比珍重，也不知道大孙花费了多少代价。瞪了朱元璋一眼，婴儿一个人在下面就已经够难的了，你还送下去那么多人，这不都成了他的死对头吗？你可不能亏待了大孙，有什么好东西都送过去。朱元璋叹口气，咱知道了，下次再问问大孙缺不缺人手。我看蓝玉那小子和李景龙都挺不错。另一头，你在坟前也总结出了生命漩涡的部分规律。之前取药的时候，特意问了自己离开后那边过了多久，你用了15分钟，而对面过了1个半时辰，也就是3个小时，得出时间比例大概是1:12。可惜时间对物品的影响还不明确，漩涡出现的时间也不确定。不过在爷爷的老宅中翻到了一本笔记，中间也都被撕掉了，只是在扉页写了2行小字：卖药修情归去迟，山风吹尽桂花枝，世间甲子须臾事，逢助仙人莫看齐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搜了一下，发现这是一首唐代的诗，讲的是烂柯人的故事。相传近代有个樵夫来到山里砍柴，看到2个童子下棋，他旁观一时终了，童子提醒他时间已晚，当他回头时发现自己的斧头柄都烂掉了。而回到村庄后，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1甲子，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早已去世。这个典故难道和神秘漩涡有什么关联吗？再看笔记最后一页，有张泛黄的老照片合影，上面写着1995年江南省理论物理学大会合影留念。这也没听说过爷爷做物理学家呀，没想那么多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块地先藏好了，于是花了点钱将墓地边上的荒地全包了下来。另一边，朱边的太子妃吕氏得到今日消息后面沉似水，渔翁复活的消息竟然是真的吗？而且听皇上的意思，似乎还想敕封他为圣孙，这对他儿子朱允炆来说可是大大的不利呀。